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介绍的是春季草坪维护的第2期，怎么样来施草肥。实际上今天上午呢，我刚刚做完除干草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，请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。那么除干草以后呢，紧接着我就要施今年春天第1次的草肥。因为我查了天气预报，明天好像有雨，所以呢，这样呢施草肥呢比较好，所以呢就一鼓作气的把它今天做掉。很多网友呢会问我很多问题，例如说你用什么样的草肥？这个呢就是我今年买了，准备在花园里面用的草肥。那么它的牌子呢是 Magic Carpet， 就是神奇的地毯。那么这种草肥呢是加拿大本地生产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买了2种。有一种呢，它是这种25、5和10，另外是16、16、16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3种呢，实际上是这种肥料的3种主要的营养成分，氮、磷和钾。那么这种呢是氮是25%，磷是5%，钾是10%。那么这种 Triple 16就是3个16，就是16，16%、16%、16%。好，那么当然了，外面的那个 Home Depot 和那种家居店呢，它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草肥，但是呢，我发现无论从价格上还是质量上呢，我更倾向于用这种一般 landscaping contractor 用的这种草肥。这个呢，一般的这种 box store 呢，你买不到的。那么要去 local 的一些专门的这种landscape supplier 呢去订购，这种还是挺紧俏的。所以我建议呢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趁着季节到来之前就要储备好。你如果这个月有可能他们已经脱销了，已经卖光了，所以呢，秋天也是，一定要在7、8月份就买好。如果你到9、10月份准备要施秋肥的时候再去买的话呢，很可能他们已经没有货了。所以呢，像这个呢，我在2月份已经买了，当时还是天寒地冻的，所以呢要早做准备。好，第2个问题就是，那么施多少草肥呢？任何的这种化肥呢，都是有3分毒性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肥料绝对不是越多越好。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公式呢，就是每1000个平方英尺，也就是大概100平方米吧。那么使用的氮的量呢是1磅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计算你需要多少草肥。例如说，我家呢大概有400个平方米，也就是差不多4000个平方英尺。那么这样呢，我需要氮的量呢就是4磅。由于这种草肥我要用的呢，它是25%的氮，那么4磅的氮的话呢，除以一个0.25，那么我得到的数字呢就是16。所以今天我要用的这种肥料呢，就是需要16磅。这个草肥呢千万不要多施，施多了呢，容易把草烧死，你的草呢就会呈现出那种斑秃状，有一些比较集中的地方，那么草就会死掉，所以一定要注意。另外再说一下这2种草肥我是干嘛用的。那么这种呢叫做春季的草肥和秋季的草肥，就是春天和秋天都可以用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大袋呢，55磅。那么我一次呢用16磅，大概呢可以用3次。然后这种草肥呢，它比较均衡的16、16、16，可以用来放在花圃里面，也可以用来作为那个bush啊，像那个树篱啊这些草肥也可以。当然在夏天的时候，也可以少量的施一些在草坪上面，因为夏天呢它草的生长很慢，它对氮的含量的要求没那么高。另外呢，磷和钾呢有助于这个草根部的这个发育，所以呢夏天可以少量的施一点。好，下面一个问题就是，施肥的频率怎么掌握？草肥呢，并不是说施的越频繁越好。基本上我的做法呢，就是春天的时候，早春我会施1次，在晚春的时候，大概在6月份我会再施1次草肥，这样呢就是2次。夏天的时候7、8月份呢可以不施肥，如果要施的话呢，也可以用这种，但是呢，量要减半，要注意
千万不要施多了，因为夏天呢非常的炎热和干旱，而且草呢长得很慢，这种肥料呢很不容易被消化掉。如果过长时间停留在这个草坪上呢，反而把草烧死了。秋天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夏天没有施肥呢，秋天的时候大概9月份可以施一次肥，然后呢就是11月份下雪以前可以施一次肥，所以1年4次就足够了。像我这一袋呢55磅，今年如果施4次的话呢，应该是64磅，所以呢我需要2袋，当然那一袋呢就用一点点，可以剩下可以明年继续用。好，我是用的这种 Scott 的这种 spreader， 这个呢其实用起来非常简单。这个呢有2个需要注意的东西，一个是调整它撒的量有多大，这个同样是按照1000个平方英尺来算的。刚才呢我已经计算过了，1000个平方英尺需要1磅的氮。这个肥料呢是有25%的氮，所以呢它就需要4磅这种肥料，所以呢我就需要调到4。这个位置，这个呢还有一个功能呢，就是在这里，叫做 edge guard。这 edge guard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正常呢它是这种大概120度这样去散开的。那么当你到边上的时候呢，你希望，比如说这边是边，那么你希望只撒这边，这边就不要撒了。那么你就把这个 edge guard 打开，平时呢就关掉它。所以就这2个主要的功能。知道这个呢，我们下面就可以开始了。稍微重一点。像这里呢，这边是一个边，那么我不希望这个肥料跑到这边去，所以我不就把这个打开。同样呢，这个人行道也是这样，我不希望这个肥料跑到人行道上面，这样呢是一种浪费，还是有一点。拐弯的时候，这个把手一定要放掉，不然的话，你在原地呢，它会有很多肥料堆积在一个地方，这样会把那里的草烧死掉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处理，不然的话，草会被烧死掉。这里呢，由于这里面是树篱，所以进一点肥料是没有问题的。快完了吗？看看。
好，撒肥呢就做完了。撒肥可以说呢非常轻松，你就是注意要量好需要的量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这个院子用了不到15分钟就搞完了。下一步呢是可以打气孔、补草籽，然后施表土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化肥撒完以后呢，至少要过2个礼拜你才能种新的草籽。所以呢，基本上这个肥料撒完以后我会leave2个礼拜，然后2个礼拜以后呢，我会再给大家出新的视频，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打气孔和补草籽。请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精彩的节目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那么下次再见。